不靠近就好了，是吧？大元气弹，哈！哈！这宝儿姐的绝招怎么这么多啊？宝宝，是时候传给你我的秘诀了。啊！对。看我元气大挪移！我都说了，没那么容易。每一种异能和招式都要经过自己独特的行气方式所成，就好比是程序，气是源代码。如果你不知道编程方式，你就根本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程序。你要是真的想学远程攻击，我可以安排合适的人教你啊。不用了，我晓得毛病出在哪儿了。刚才的气放出的不够多而已。阿维斯巴斯。没事儿，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？还是只打得翻易拉罐哦。易拉罐？老天师，怎么回事？你把这个气啊当做黄金，两国交战就应该合理运用黄金。这丫头直接拿金砖拍对手，要是换做旁人，早就虚脱昏厥了。让你来尝尝这个。能会？他在发现行气的特点吗？越是金属效果越强，同时范围变小，越容易躲避。这个冯宝宝怎么能预测潇潇的全部动作？不是预测，他看穿了潇潇的每一次呼吸。就算潇潇想用假的呼吸动作来骗他也没有用的，因为这个醒气必须要用丹田来发力，喉头、胸腹、腰眼等处都会有细微的差别。哎，秦哥，如果你对上这个潇潇，肯定能轻松获胜吧？要用法术胜他不难，不过要在对阵的时候有着这份不动如山的专注，我做不到。再来！搞定。潇潇的元神飞散了，这记醒气硬是让冯宝宝给按回体内王法了。一帮没轻没重的小鬼，还好有老夫在场。别急，等他实在不可解的时候再下去也不迟。老天师，你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？愣往回吸嘛，这丫头傻得真可爱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气到底能吸多长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得下场了。别急，四盘合合阵。这是武侯家的四盘合合阵，这本是与人交手斗法中吸收对方和自己用功后飞散出的能量的阵法。问题是，怎么才能把飞散在场中的气给收回来？真是个会玩的姑娘啊！
把你嘴里的吐给我！好歹是揉上了。胜者，冯宝宝。啊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王爷，冯宝宝，张灵玉，你还真没骗我。我诸葛家的人久不出来走动，看来有点成了井底之蛙了。二位，既然下场了，就别急着走了。下一场对阵，诸葛青对王野。啊，到咱们了呀！怎么样，王道长，动手吧。那就来吧。王道长的修为我很是钦佩，可惜啊，总是一副没干劲儿的样子。是啊，不过那也要分对什么人。王野道长，你有点操之过急了吧？这个劲力，8极拳。我从来就不会小瞧我的对手，所以王道长您也千万别小瞧我。确实，我的拳脚功夫不如你。不过王道长，您当真觉得凭仗着纯熟的太极功夫就能赢得了我吗？你会的可真多呀！庚子，吞轮。哦，就知道没那么容易嘛，竟然完全扛不动，真是尴尬呀！砍字。怎么样了？这王道长我看着够呛，他一上来就强攻，跟他之前的比赛完全判若两人。他这么着急干嘛？哎呀！差点打到老天师啊！没关系，哎，老天师无所谓，比赛太精彩了。这水汽能凝结成高速子弹，这诸葛家的武侯奇门着实厉害呀！这是把地盘八卦术发挥到了极致。卦象为水，五行属水，他这坎子一出啊，水弹就变成降雨了。那看来王爷要不了几招就得败下阵来。那可说不准。居然能挡住，那刚才为什么不挡？太极扬手。
坤字土河车。流失。这个诸葛青也太厉害了吧！多谢你啊，诸葛青。要不是你手下留情，刚才那一击我已经废了。不用客气，咱们又不是生死相搏。不过啊，王道长，你是有多瞧不起我呀？啊？其实你也是个术士，对吧？一般人认为术士的所行之事过于匪夷所思，有悖常理。可是他们不知道，其实术士才是最讲道理的人。只不过术士讲的是天行之理，是一套常人所无法理解的世界运转的隐藏规则。只要找到对的位置、对的时间，使用对的力量，就能趋吉避凶。王道长，在你之前比赛的时候，我就注意到了，你走的每一步都很合理，你所有的站位都抢在了当时的吉位上，所以他们几次对你有威胁的攻击都堪堪被你避过，运气始终站在你这边。我说的对吗，王道长？讨厌，不能跟你这种人做朋友，没秘密啊。我也是抱着侥幸心理，希望在你施展遁甲前胜了你。哼，是我方二喽，诸葛青，你败过吗？如果不算和族中长辈练习的话，没有。那你觉得你能接受自己失败吗？我指的是那种彻底否定你之前人生的失败。既然大家都是术士，就没必要像其他人斗得那么辛苦。我给你时间，你所谓的趋吉避凶，该怎么选？他们怎么都不动了？真让人意外啊！术士就要顺势而为，诸葛青，我没有半点侮辱你的意思。这话我只说一次，回去吧，诸葛青。这对你来说是最好的结果。有结论了吗？王道长，我刚才给自己卜了一卦，居然只有4字的批语：飞蛾扑火。坤字土火车。坤字土火车。他在穴位却使用坤字法，居然也是我用的法术，找不到任何破绽。离字自练，训字笑谈功德。汪洋边大木转溜溜，那么见狗呀哈利呀，有点北米下溜走啊。王二爷，事情怎么样了？搞定了吗？都这个点了。放心吧，包子你明天看不到他。
这坑是给我准备的吗？埋人是不对的，咱有事好商量啊。你咋还倒水呢？水跟土调和到一定的比例，泥巴会完全调和身体曲线，特别巴适。而且和过水的土会产生一种吸力，会卸掉两种奇怪的静力。只要太几把，反正就没法钻出来了。我去，你这个材料了？没啥子，为手术儿。我再调整高度，把你脑壳露出来。真是麻烦呢。看来我得开个盘逃脱了。举起，乱进。不好意思啊，萝卜吃多了。乱进吐。咋回事？感觉刚刚怪怪的。这样，小楼走。凳子，地牢油。Well, ho. 我的车。哎，谢了，妹子，让我长了不少知识啊。Always 我去，这啥功夫啊？乱金拓不管用，土货车也困不住，这倒霉玩意儿什么来头？这姐妹太难缠了吧！钳子正也法，百花缭乱。他也不灵啊！我就不会死，当初都不该下山，可惜了，师徒给我的就剩这么一个。唱不上。这下该可以了吧？老天师来看这场比赛，是因为张楚岚是他的徒孙。你们两个别的比赛不看，也专挑这场，是不是武当山的小道士使了封后奇门，有人眼红了？这有什么不敢承认的？不止在座的各位，来这一人演武大会的，没有一个敢说自己不眼红的。要是张楚岚继承了他爷爷的气体源流，那今天可就是两大奇迹的正面对决了。武当王爷，请速速入场。王爷，听到请速速入场。哥，那个道士费劲巴拉赢了你，就这么拱手让给张楚岚了？他赢了我是真本事，后边他想赢想输，那是他的权利。宝宝呢？三儿，你还不明白？你看张楚岚那个贱嗖嗖的样，咱们宝儿姐肯定又接活了。
宝儿姐果然给力啊！王爷缺席比赛，胜者。站不上，接！还来，大姐，你除了买我，脑子里还有点别的事儿吗？你看看这是哪儿？选手已经到场，小姑娘，请离开场地。张楚岚，我搞砸了。没事，宝儿姐，接下来交给我吧。一开始我以为他也是诸葛青的脑残粉，可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。后来我发现，他跟你一样都穿着哪儿都通的工作服，原来他是你打手啊！行啊，张楚岚，孙子，你挺会玩啊！王爷，我们可以暂缓这场比试。你有什么隐情，尽管说，天师府会为你主持公道。没事儿，就这么比吧。好，开始比赛。给我弄点吃的吧，折腾一晚上了，我快饿死了。我这好几天都没吃馒头了。你小子让人揍傻了，这什么场合？如果你不打算追究刚才的事儿，赶快比赛，比完再说。是比呀，这艺人演武大会也没说非得比打架呀。咱都是道士，又不是战士，我跟这货比谁能吃，不行吗？得嘞，老天师，我这就回去跟太师爷说去，武当弟子在龙虎山不管饭。荣生，别跟这小毛头磨叽了，有馒头没有？塞饱的，省得回去跟他老头告我的状。是，得，您受累。照我这样，也给张楚岚来一份。别愣着，吃，不然我一掌震死你。好嘞。难得呀，宝宝，没想到你也有失手的时候啊。连宝宝都搞不定，张爽这下危险了。宝宝，想什么呢？有工作流程需要改进，敲晕之后要先想办法令其的运行一并封住，再下手卖。好了，别光想着卖人了，赶紧去换身衣服吧。啊？王道长，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来龙虎山呢？听风吟。问得好，我为什么来的？还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。张楚岚，你知道占卜是怎么一回事吗？不知道。先告诉你一个基本观念：过去无可挽回，未来可以改变。实际上，再牛的术士也占卜不出过去的事儿，能够测算的只有几种未来的可能。即便是这样，也算是天理难容。所以，占卜与术士自身无异。至于有多大的损伤嘛，那就要看你算出的信息对于世界的改变产生多大的影响。比如我算出下棋双色球的号码，损伤就微乎其微，因为这只是改变了世界中某个暴发户的人选。可是之前，我在武当算了算这次大会和关于你的事儿。只是了解了一个模糊的大概，我差点死了。
其实你们怎么样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世道再坏，我也能保全自己和家人独善其身。所以其实我不该来的，可我为什么又来了呢？大致原因有2个：一，我不来，老天师和天师府的声誉会严重受损。老天师也是我敬仰前辈，这我不想。2，我来，是给你多一个选择，一个放弃的选择。放弃？你是让我放弃继承天师度吗？不，大会的事儿，怎么样都无所谓了。我给你提供的选择，是放弃追求真相，那样你就会得到你最想要的。别逗了，王道长，追求真相有什么不好？那就是我最想要的。真相你确实很想要，车子、房子、女人你也想要，追求这些都无可厚非。不过一旦满足了其中某一项，人就会去追求下一项。所以不是欲望无法满足，而是可以追求的东西太多了，人才会忘记自己最想要什么。而我跟你说的，是一直求而不得，一旦得到，愿为了他舍弃一切的东西，那才配称为最想要。故作高深，咱俩根本就不是我最想要什么，不用你来告诉我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德性，常应常静，常清静矣。道长，这是什么？清净经，常清静矣，真好啊。说起来简单，哪那么容易做到啊？所以为了得到它，就必须放弃些什么。你的意思呢？我大概了解了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继续追查下去，这个世界的未来很有可能会朝着坏的方向发展。道长，这个坏的未来影响的不只是我吧？咱俩非亲非故，你不会因为我来趟这趟浑水吧？王毅，你认识我？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概念了，我管它叫做命运的权重。这个世界没有一刻是静止的，个体变化的总和就是整个世界的变化。一块石头被风化了，改变了世界。我吃掉几根咸菜，同样也是世界变化的一部分。然而，个体变化对于世界变化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。有人殚精竭虑，却掀不起风浪；有人一念之差，却让世界天翻地覆。这就是命运权重比例不同。而你张楚岚，你这个人的权重比例很高，你的选择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。假设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道长，那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：本身可以置身事外的你，却选择过来劝说我，你是不是也没有选择那个对你最好的未来？不要跑！记得阻止当年的我，不要让他知道真相。是啊，这事儿不用算我都知道，对我没有一丝好处。见过顿火锅啊，这么容易中幻觉，你这小弱缺身体。走，回家。散辈儿。等一下。
这些东西就会响。刚才那声太大了，估计整个地方的人声位都响了。这个区域刚才忽然间有很多鸟掉下来了。这块区域的底下肯定有大规模的异动，这里很可能是主电，调动所有人过来，他们可能出事了。把这边清理一下，用雷达勘测一下下面的情况。是。在这儿，用气弹把它炸开。 一旦用气弹，四周的淤泥就会全部涌过来，出口只能坚持几分钟。第二次再炸的话，就要隔1天1夜。一般在海底封存的沉船或者地宫，里面一定有多多少少的沼气。沼气遇到明火会产生大爆炸，
在此之前，我让人在这个地方勘测了一下空气的含量，里面确实有少量的沼气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用气弹。如果他们在下面已经出事了，我们只有堵这几10秒钟。张起灵和刘丧都在下面，他们经验丰富。炸之前，先循环使用挖掘机敲击地面，用摩斯密码通知他们，我们要爆破了。你是赌刘丧能听见？试试看吧。好。沼气怎么都出来了？别抽烟啊！我就是提个醒。这个沼气的浓度特别高，如果等它升上来，用不了10分钟，我们就会全身麻痹，窒息而死。10分钟？行业我再聪明，10分钟又不够用啊！小哥，快想办法！快点，快想办法呀！来不及了。天妒英才呀！我们铁三角今天看来真是要 game over 了。胖子，你闭嘴！丧辈！是二叔。二叔在哪儿呢？在上面。就咱们来了。他们准备要爆破了。5、4、3、2、1。所以他们就在下面。把起重机调过来。二叔，快救我们！我们坚持不住了。天降奇兵啊！铁真，这边来。那可以了，好，好。老头子，人呢？人呢？站住！胖子，起来！胖子，来！二叔，我想死你了！快救吴邪！他为了救我掉下去了。小心！天真没上来！天真！
些东西太危险了，绝不能让他们出去。我只能这么做。对不起。小心！天真，小心！老板，小心！啊！小心！天真，老板，天真，有劲了！我还以为我见不着你了呢。二叔，下面养气后紧，火很快就会灭，里面的东西不会损坏的太严重，得赶紧派人下去。已经回填了，等有技术的时候再下去挖掘。哎，考古队已经决定封存保护，这是对这个地宫最好的保护了，你别担心了。二叔，当年的海王地宫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先好好歇着吧，晚饭再聊。你们几个也收拾收拾啊，走了。那个什么呀？哎，打住啊！你千万别跟我说那些肉麻的话，要不然我要掉一地的鸡皮疙瘩。你的肺，刘总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肺的事儿，你不能告诉大家，听见没有？对了，那个 A 高共筑在闽南语里是哑巴公主的意思。你歇着吧，我先走了。但皇帝仍不放弃追杀。哑巴无奈，只能折了一艘纸船，把女儿推向大海深处。最后一声惊雷过后，他的女儿变成了一种叫 A 告共筑的怪物，终于杀死了皇帝。自此，哑巴变得强大，到处征战，收敛财富，变成了雄踞一方的王。后来，当地居民为了纪念这位哑巴，把他的女儿叫做哑巴公主。这个老太婆现在在我们手上，你们不想她死的话，就拿我兄弟来换。行不行？不然我就打死他。
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够了，够了，来，给他送吧，送吧。哎，托尼，看不出来戏不错啊。那是，刚才我要吓死了。哎，我的枪都要掉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老人家，吓着你了。我们这么做只是希望可以换回我们的朋友。你放心，只要把人换回来，我们就会离开，你们就可以恢复你们原本的生活了。 OK， 好，事不宜迟，明天上午我们跟对方交换人质。好，你们交换人质，我可不敢去，我要回家去了。你们这些疯子！你干嘛？我怕死。哎，阿婆，陪我们演戏这么久，饿不饿？吃点东西吧。啊。 你不要害怕，我们不是绑匪，我是来拍纪录片的，只是对村里的事情感兴趣。我也不能说话，我只是想帮你。为什么要帮他？不是。 谢谢。小事，你都不在，我就代替他陪你坐一会儿吧。你没事吧？啊？你哭了？ 是雨。哎，想不想治好你的嗓子？我有个朋友，他应该可以帮你。你哥，我一定会救出来的。之后的事情，你就别再参与了。 谢谢。休息够了，我们该干活了。你找的是哪段视频？找的是你骑在我肩上拍他们下葬那一段。
他们在干嘛？他们看起来是想从死人头骨里挖出什么东西。我没听过这样的风俗。他们想找的就是这个。残忍。从视频里的人表情来看，他们做这些事情是习以为常的，应该是村子里常年进行的一种仪式。而他们挖的东西，从光泽和颜色上判断，是某种金属。对了，问你个问题：你来这村子这么久，他们变哑的真正原因，你知不知道是什么？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遗传，另一种是水土问题。但是水我已经检查过了。那检查结果呢？水没问题，另一种可能没办法验证。这儿的村民不配合，我也没办法。我听当地传说，他们村子里的人从孩童时代开始就是哑的。我也听过，而且我真的没有听到过任何人开口讲话。你问这个干嘛？我觉得他们会变哑的原因，并不是因为遗传，而是因为这个。这个哑巴村啊，从很早以前就都成哑巴了。我来这里16年了，没有人管他们。那有没有什么民间传说？这种村子应该有很多这种传说吧？传说倒是有很多。我之前不是跟你也说过吗？这村子里的人，只要一听见打雷就会变哑。有人跟我说，这儿的人能听到上天讲话，所以只要一打雷就让他们变哑。这样，他们就没法把上天的声音传出去了。那除了这个传说，还有什么资讯啊？哎，你也是我带出来的，你来这村子这么久，收集的资讯应该不会只有这么一点吧？你进村子里没发现一件特别奇怪的事吗？什么？哟，亲九爷，他们是什么人？好，这是我干爹，这是我干娘。他们是当地的地头蛇，经常来，只是想要点钱。哎，干娘，保养的不错啊。Fall back! Go! Fall back! Fall back!
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大家继续玩。你没事吧？看不出来啊，你在这边还挺有市场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又让你破费了。对了，你刚才说的奇怪的事情是什么？你在村子里面有看到很小的孩子吗？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整个村子，老人小孩都有，就是没有新生儿。我推断，很小的孩子肯定全被他们藏起来了，而且藏起来原因就是因为很小的孩子会说话。很小的孩子会说话，说什么？你想啊，这些孩子能说什么？如果他们真的能听到上天的话，那他们说的可不是咱们可以听的。出来！快点儿！那儿坐。趁老子还有耐心，把村子里秘密全部说出来。你别怕，他是好人。不用跟他解释那么多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是不是？可以，瞧着这个，他脑子有病。我们只是想帮你们解决你们变哑的问题，我没想到事情变得这么复杂，对不起啊。你们村子的秘密就是这个吧？你们的村民会变哑，不是因为遗传，而是因为在脑子里装了这个东西，目的就是为了听雷。你们应该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给他们做的手术，但你们对小孩子都做出这种事情，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？阿婆，你有没有孩子？你自己的孩子也做了这样的手术吗？他的头骨上有一个孔，里面嵌了东西。你看，这个金属片是后来镶嵌进去的。这人在幼年的时候啊，这头骨是还没有愈合的，这一定是有人通过手术，把这个金属簧片安在了他头骨的缝隙里，目的是让他头骨彻底无法愈合。这种做法会导致人失声吗？仅仅是钻孔，这还不能让人失声。不过，这个金属簧片确实是非常的奇怪，它像一根钉子一样，插进人的头颅内。来，你看，这里有一个延伸，这个东西正好是插在了人脑的语言区域。如果是变哑的话，一定是这儿出了问题。这个技术非常厉害呀，它一定是通过精密的脑科手术才能完成的。
二叔，他们变哑的原因是因为头骨经过人刻意改造。X 光片我给你发过去了，地下河的入口我已经找到了，你那边怎么样？吴邪已经找到了。那接下来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既然他们认为在大脑里植入簧片可以听到雷声的秘密，我这里有一段雷声，你让他听听，也许能有所收获吧。好。有事吗？你们村子里的人在头上装这个东西，是不是跟雷声有关？你们到底是谁？我们在这里与世无争，你们为什么要来骚扰打探我们？不是我想来，是这个东西让我来的。这些雷声从哪儿来的？有人让我带给你听的。我对你们没有恶意，也会帮你们保守秘密。事情结束之后，我就会离开。但在我离开之前，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，这雷声里的秘密到底是什么？和这段相同频率的雷声出现过2次，一次是在一盘磁带里，另外一次是在中国的湖中。我曾经也听到过这段雷声。传说很多年前，我们的祖先是来自南海古国的方士。据说南海王有一个十分厉害的本事，就是和天上的雷声沟通。为此，南海王命令我们的祖先到处寻找雷声密集的地方，要建听雷圣地。祖先循着雷声的指引，带领我们迁徙至此。祖先听到此处底下有河溪，众人掘地3尺，果然有活水溢出。再往下挖，便发现了地下河。祖先只身深入地下河，说地下河的尽头雷声密集，要我们世代守护此地，靠捕鱼生活。祖先还教大家在头顶打洞，放入簧片，据说可以连接天雷，但代价是人会变成哑巴。祖先走后，大家就在地下河上方修起神庙，每年祭拜。日复一日的听雷，并且守护这里。打孔听雷的习俗也延续至今。传说，
如果不在头上打孔，放入簧片，就没有办法得到庇佑，得到丰收。地下河成了我们的圣地，外人不许进入，只有村里人才有寻找圣地的资格。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吴三省的人？哦，是，他是我爸，我正在找他。你知不知道他在哪里？他和我儿子一起到仙境去了，他们2个人现在都在天上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吴三省当年来到我们这里，也带着你手里的这段雷声，说是被雷声指引而来，来寻找仙境。多年前，我儿子外出，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个中国人。这个人自称是吴三省，他说他也是被雷声吸引而来。